爹，刚才若不是纸丫头站出来说这10几仗，恐怕大哥他们会有性命之虞。不过看今日这行径，纸丫头并无大碍。那献王定是要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的。我并不担心他今日的皮肉之苦，我只担心他的将来啊！哎，你们小心！纸丫头是有本事的，你放心，有她在，家里人不会有事的。芷儿是有本事，正因为她有本事、有胆识，做起事来会把自己逼到刀尖上。花家已经绑不住她了，只愿苍天待她不薄，从今往后，叫她逢凶化吉，欢乐美满。走吧，3000里路不好走啊。纸儿都不怕，咱怕什么呀？前途尚有关山万里，痛快！君不见，夸父逐日归于燕，跳亮北海超昆仑，披霄绝汉出汉莽，撇列左右移星辰。怎么只有你一个回来？纸丫头呢？那天茬子忽然来搜身，我不知道怎么的，我看见从大老爷、二老爷袍子里搜出了夹带的银子。天杀的！他们是有心栽赃我们吗？家里穷的连蛆都不生一只，哪儿还有银子往袍子里塞啊？三夫人，我看得分明，那钱真的是从袄子里掉出来的。你们，只说结果如何？后来来了一个大官，身后跟着一个老宦官，说要把大老爷和二老爷抓回去。姑娘见了，说跟他们没关系，然后就要替老爷们顶罪。现在老爷们已经出城去了，但是夫人，姑娘被抓走了。我的纸儿。是你啊！四婶，你愿不愿意同我一块儿走，单独过火泉？咱们还得带上包下他嘛，免得被三夫人发卖了。怎么突然说这些啊？从前我总是下不定决心，要顾着花家的门楣，顾着祖父母亲，乖乖的长在笼子里。如今什么都没了，但只要我还是花家的孙女、女儿，他们就当我是不顶事不吭声的小丫头，连薄邻薄里的话都比我要谨些。不破不立，我不能再关注自己了。原来我们侄儿是觉得委屈了？不是这样的，四婶，这人本来就是要自个儿长大，自个儿寻路，自个儿生老病死的。这旁人能同路的就同路，不能同路的就散了，何必非要拉拉扯扯的呢？你从来都比我想得多，想得明白，你说的都对。可方才三夫人有一句话，家里不是论理的地方。你才刚回来，不知道这一日家里都闹成什么样了。老夫人因着你的事儿，豁出脸去叫苏嬷嬷进城去托人。老夫人说，已经到这田地了，除了人再不剩什么。
说是一屋子长辈，连个小孩子都保不住，就白活了。不能为了爷儿们把你一个小丫头给搭进去。你看看，这会儿你是不是就比爷儿们紧要多了？我再同你讲，苏嬷嬷带去疏通的钱，都是三嫂偷的。旁人也真是一文都没有了。三嫂卖了玉珠，又心疼又同自己怄气，夜里还偷偷掉眼泪，剩下一点钱都想拿来救你。他拿了多少钱，我都可以还给他。你个死心眼儿，这哪里是钱的事儿呀？我再同你讲，一早报夏回来报了信儿，大夫人你是知道的，两脚没沾过泥，出了门连南北都分不清，更没同生人说过话。我都没想到他真能摸到衙门去，吓得哆哆嗦嗦问你的去向，又一路哭着回来，脚都走肿了，说你从衙门出来就没了踪影。周叔站都站不起来，拄着棍子就要去寻你，大家伙都急坏了，上上下下都进城去寻你，家里只留下我照顾老夫人。他们都去了，那不然呢？你是自家人，难道丢下你不管？三嫂把丫鬟们都带走了，二嫂数年如一日，天不亮就压着脖里去读书。今日呀，连这功课都舍下了，晕头晕脑跟着去寻你。秦姨娘最好笑了，要去庙里问卜，病急乱投医，拜了个送子娘娘庙，被三嫂一顿数落。没有人告诉我这些。他们都是长辈，为小辈奔忙是应当的。若拿到你面前邀功，那多没脸面呀！三嫂那样的人，这辈子哪儿低过头呀？所以我只想叫你知道，你想的都没错。可一家人过日子，有时真没什么道理可言。他们都是内宅女眷，是没什么本事，但独个儿遇到事儿了，回过头来至少有人在家等着你，替你着过急。我知道了，四婶，你容我再想想。这哪来这么多被子？给你你就躺下，问这么多干嘛？我不要，拿走吧。别乱动！小小年纪就这么不听话，板子打在身上血淋淋的，就敢往稻草上睡，寒气入了肺腑，就别想好了。芷儿，就听你三婶的吧，这些日子行住坐卧你要注意些。我跟你二婶睡一起，挤一挤还暖。那玻璃呢？李哥可以同柏林一同睡，都这么大了，也该封床了。对，我俩挤着，一点都不冷。芷姐姐，你快趴下吧，你这伤我看着都疼，后天后些怎么睡得着？我跟姨娘一块睡，不冷的。是啊，芷姑娘安心睡就是了。你就睡下吧，等你伤好了，把被子洗干净还回来便是。快躺下吧，小心点啊！哎呀，轻点。疼不疼呀？你方才发火倒是挺威风的，现在知道疼了？你别动，我帮你把血衣裳脱下来，裹一裹伤口。伤痕已经裹过了。
怎么样了？换了药，已经睡下了。你也快睡吧。你说我是不是老糊涂了？竟然答应让他一个人去送行。年轻人身板壮，不会有事的，你别太担心了。对了，府上带那养荣丸还有吗？有，只是不多了，只够您再吃个3、5日。我不吃了，给纸姑娘送去。那他年轻，不能落下病根儿。是。智儿心思重，这一趟恐怕伤的不仅仅是身子。智儿，怪娘不好。大嫂，这事儿都怪我，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住纸丫头。她二嫂都过去了，这白日里啊，我是碍于面子，一句软话也不肯说。纸丫头委屈也是应该的，别难过。你自问问，哪里像个做姑娘的，哪里像个官宦闺秀？路上一定要小心，实在追不上，便罢了。经商这不就是下流行当？若把它当成长久之计，恐怕是自甘下家。纸丫头，这哪来这么多被子？给你你就躺下，问这么多干嘛？给你们家薄礼吃吧。省得被压着背书，可怜劲儿的。你莫要胡说了，你一未出阁的女子，怎能同那些商贾们讨价还价呢？以后你再也不要把银子给我了，我再也不拿钱了，横竖都是我错了。你就睡下吧，等你伤好了，把被子洗干净还回来便是。他们都是内宅女眷，是没什么本事，但独个遇到事儿了，回过头来，至少有人在家里等着你。替你着过急，有时候越是亲近的人，隔阂反而越深。就像隔了层纸，非等纸破了，才能看到彼此的真心。只要找到正确的那颗心，最终就能抵达去处。
纸丫头，今日可好些？好些了，有件事情想和祖母商量。我要是不答应呢，你是想甩开你娘和三婶儿，独自去做事儿？我想掌家管事。为何呢？我知道一条路或许能走得通，这条路能救我们，也能救祖父他们。你说说。《大清刑律》29卷第65条，除10恶以外，视杖徒留死，皆可准许救赎。依刑之轻重，救赎已同。需多少银钱？徒1年20万钱，留2000里30万钱，滞留3000里50万钱，绞与斩120万钱。43人，每人50万钱。2150万钱。2000多万钱？纸丫头，我知道你懂得多，也是一番孝心，可这个数，我就直说吧，就是痴人说梦。莫说如今这个田地，便是从前府里卖房卖地，算上老太爷、老爷几兄弟的俸禄，也绝计攒不出这些钱来呀。是啊，那只是姑娘年纪小，哪懂得您掌家的难受啊？哎呀，我的大姑娘，现在皇都寻常人家，那夫妻俩日夜做工，每月只赚了1、2千钱，吃饭穿衣那剩不了几个子儿。1、2千也是难得了，我娘家每月才500钱过活呢。是啊，这现在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要吃饭，还有邻哥儿里哥儿要养，怎么才能从牙缝里省下这2000万钱啊？老夫人，芷儿呢，她也是好心，您莫要怪她。芷儿，年纪还小，让芷儿说。眼下叫我掏出这笔钱，或者给出一个一步登天的招数，我的确没有。别说你呀，就算财神娘娘下凡，也变不出这么多钱来呀。但方向还是有的，只要认定了，就一定会有办法。什么法子？纸丫头，这事儿可不比你赶车送行全凭胆大。莫说千呢万呢的，就说这个月的脚屎，你也变不出来呀。今儿早上煮粥，可是一点米都没有了。鲍夏，你带着银珠缠露拉上车去趟城里，把这个月的吃用都买下来，剩下的按照旧例2成分发给下人们当月钱。姑娘，我这就去掏车，立时就出发。去吧。哪来这么大的饺子呀？这10两银子呢，怎么嘴皮子一碰就给下人们分了呢？赶紧叫他们回来呀！不止他们，祖母、婶子、弟妹们都有月钱，这月花了，下月还有。以后我们就有零用钱了。哎呀，你呀，你做不来的，赶紧给你三婶赔个礼，还请她掌家，快呀！祖母，我掌家1日，便保上下1日月里花销，为期3月。若我做得不好，约双手将账本还给三夫人。放晴了，昨儿还压着一片云头呢，许是昨夜叫风给吹散了。芷儿，过来。祖母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
其他的事情，我眼下确实不知。我不是要问你，既允了你当家，成败对错就由你承担。不过有一件事儿，需要你做个决断。是同沈家的亲事。我孙女儿。祖母，请替我写一张帖子与沈家退亲，从此以后花家自谋生路，不依靠别家。我也明明白白长我的家，走我的路。这帖子我不写，我要亲自带你去沈家退亲。这丫头，走。祖母，我驾车不熟练，你还会觉得颠簸。挺好，想着晚上多给我加碗米饭啊。以前出门坐马车呀，都是有棚带盖的，窗户小憋闷得很。今日这一趟，一目千里，心里也开阔。花老夫人求见。好的，请稍等。要不要止血药？走走，我带你去找一找。好疼啊！哎呀，这么多红果，都洗完我手都要冻掉了。这方法好。哎，停！不好下，你这么洗不全坏了吗？火太大了，蜜桃手都烧焦了。我从前只伺候里根笔墨，我哪干过这种活儿啊？算了。你去休息吧，我自己烧火。那是最好。那谢谢不动姐姐。这个纸姑娘，真会变着花样糟践东西。嘿，味道同从前一样好呢。好什么呀，酸死了！不对，是太甜了，这样吃多了会腻的。你们怎么都闲着呀？红果呢？姑娘，我刚刚去叫银珠和禅露，他们说三夫人的活还没干完呢，一直没回来，就没人去背红果。那就都扣一日的利钱。迎春，从今天起你就不必讨喜了，你就做个监督，有偷懒耍滑、出漏出错的都报给我。包夏，跟我去摘红果。三夫人，夜里总听见老祖宗您咳嗽，苏嬷嬷耳背，我这几天就在这儿睡，好伺候您老人家。老夫人，您看见外头院里了吗？哎呦，纸丫头弄的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前几天啊，秦姨娘踩着个果子，差点摔了个屁股墩儿呢。秦姨娘那人啊，一向是慌慌张张的。我呢，不是要告纸丫头的状啊，只是这都忙活了几天，全家上下团团转的，可是只见钱出去，没见钱进来。再叫她指使下去，恐怕都要打水漂呢。我啊，知道她要打什么算盘。我以前也是经商的，最知道这个买卖不好做。虽然是新鲜吃食，可是在皇都里，上到皇亲国戚，下到平民百姓，也是见过吃过的，哪能被这个小玩意儿唬住呢？咱们呢，一没有招牌，二呢没有正店，三没有老客口碑，这怎么卖呢？你说是不是？老夫人，
老夫人。老夫人已经睡下了。还改不改了？姑娘，这方子准能成，不过我们要怎么带到城里卖呢？这放上一会儿便粘住了。从前跟着祖父出行，路过九夷之南，见人断发纹身，围坐饮食，他们也没有筷子啊，皆用这竹签穿起，在火上烤熟，很是方便。那咱们庄子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这竹子。这个办法好。这个好看，像大珊瑚串似的。福豆，你给它起个名字。我来起。这是你做的吃食，自然是你起。四夫人说像珊瑚串，但我也没见过。我小时候总爱玩担子，就是这样红红圆圆的。不如就叫它蜜袋儿吧。好，那明天先做个30-50串，拿到城里去叫卖试试。我们去卖啊？姑娘，这沿街叫卖挺丢人的，你还是口约去吧。那银川、福东，你们去。姑娘，您吩咐我的事儿，再脏再累，我绝没一个不字。可这沿街叫卖，实在是……原来你们都觉得为难啊。花灯啊，扎我是能扎，但是如果要是卖的话，咱可赶不上人家冯记灯笼铺还有那廖记灯笼。咱用不着跟他们比，我们不卖。啊，那行那行。钟叔，你请按照这些图纸做就行。这是花灯，但是这不是年不是节的，你做这个干嘛呀？姑娘，这东西真有人买吗？那还用说，我已经开始盘算这一串能卖几文钱了。福东做这一锅可不容易呢。三夫人。哎呀，大姑娘，论理呢，大伙儿一团高兴，我是不该来扫兴的。只是我还是得说句不该说的话。这猴渣子呀，滋味应该还不赖。可是咱们这里呀，成日间连个鬼都不来。纵然能做出花来，能卖给谁去？大姑娘是有铺子开门迎客呢，还是有门路寄卖呀？还是三夫人想的周到。那依三夫人看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我能有什么法子呀？总不能像你之前卖桃符似的，当街支摊儿啊！哎，三夫人的想法竟然跟我心里想的是一样的。这死丫头，怎么自打长家，说话声气都变了？这铺子啊，门路我是都没有，所以这几日我每日都进城，用眼睛去看。去看过街人数、个人花销，那数出什么来了？明天是咱们开张的第1天，咱们要赶在放学时候堵在学堂门口。咱们花家带醉，不宜太过招摇，所以呢，咱们就以这个花朵为招子，2两作伴，谁愿意去啊？啊？大姑娘可真是会说笑啊！以咱们家的门第，莫说灵儿他们了，便是一个小丫鬟，哪一个是不要脸的？沿街叫卖，名声还要不要？以后还嫁不嫁人呢？这三夫人啊，又说到我心底去了。迎春报下。咱们把灯笼戴在头上，遮蔽面目，算不得十分招摇。卖红果的是礼花猫、八耳狗，谁知道是咱家女眷？